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去医院抽血，一坐下来就被说你的血管不好找哦，然后被拍了又拍，换了又换位置，最后还是扎了好几针才成功。最奇怪的是，上次明明很顺，这次就完全找不到了。你的血管到底去哪里了呢？我是医检师 QQ，从事临床经验多年。今天这集我们从检验科的角度完整拆解抽血这件事，从基本动作到真的粗细选择，从年龄对血管的影响到改善方法，最后带你看看全球刚通过认证的抽血机器人长什么样子。如果你常在医院的检验科进进出出，或是对身体健康知识有兴趣，欢迎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哟。先说一个你可能没想过的数字，光是美国每年的静脉抽血次数就超过14亿次，全球加起来更是天文数字。所以抽血不是小事，它是全世界执行次数最多的临床操作。我们平常说的抽血，医学术语叫做静脉穿刺采血，目的是从静脉取得血液样本，送到检验科分析各种数字。为什么选静脉不选动脉？因为动脉血压高，位置深，抽血的风险大很多。静脉相对好操作，加上大部分的血液检验用静脉血就足够了哦。接下来会完整说明医检师抽钱的标准流程，这一段如果你想跳过也没关系，但是我建议你听完，因为有些细节跟为什么抽血会失败直接相关。第一步，选部位，最常用的部位是手肘内侧的肘前窝，这个区域有3条静脉可以选，首选是中间那一条肘正中静脉，因为它管径大，位置稳，找起来最容易。头静脉第二，因为它可见度高，但是容易滚动，失败率也高。贵要静脉最后，但因为它靠近宫动脉和正中神经，互刺风险最高，也比较疼痛，非必要不选。但是这些都找不到的话，才往前背或是手背退而求其次。第二步，绑止血带，绑在手肘上方，目的是让静脉的血液暂时积聚，血管膨胀浮起来。这个时候可以握一次拳，帮助血管更清楚。这里有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，很多人在抽血时会反复的用力握拳又松开，以为这样子能够帮助血管更明显，但其实长时间反复握拳，再搭配止血带时间过久时，可能让局部肌肉代谢增加，造成抽出的血中钾离子暂时偏高，医学上叫做钾性高血钾。所以现在多数抽血建议会认为，握一次拳帮助找血管可以，但不要整段过程持续的反复握拳又松开。第三步，消毒竞争，医检是用手指感受血管的位置跟深度，酒精棉片清洁皮肤后，再于大约15到30度的斜角刺入血管，选好角度才下针，这步急不得。第四步，采血完成，拔针按压，拔针后要按压伤口5分钟，重点是不要在按压的时候把棉袜掀起来偷看，这样会中断止血效果，最后更容易淤青。另外也不要用力搓揉，按住就好咯。很多人也很好奇，抽血的针到底有什么差别？你可能听过21G、22G、23G，这个 G 是针的单位，叫做 gauge， 代表针的粗细，而且规则很反直觉，数字越大针越细。一般成人最常用的是21G， 流速快，抽血效率高。血管比较细的人可以改用22G， 儿童或真的很细的血管才会用到23G 甚至25G。但很多人有个误解，以为针越细越好，其实不一定，因为针太细，抽血时的负压可能会让血管直接塌掉，反而抽不到血，所以要根据血管的状况来选。这个判断是医检师的专业。那这里先暂停一下，你有没有过抽血特别难找的经验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是什么情况扎了几针才成功呢？血管为什么难找？大致可以分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天生血管就细或者是位置比较深，纯粹个体差异不代表有病，就是找起来比较费功夫。第二，脱水，血浆大部分其实是水分，所以脱水时静脉会比较扁，这是为什么抽血前要喝足够的水。第三，身体冷或者是天气冷，冷的时候末梢血管会自动收缩，让血液往身体核心集中暴乱，结果就是手上的血管变细变难找。第四，体型肥胖，皮下脂肪层越厚，血管就埋得越深，视觉看不到，手指也摸不准。第五，年纪带来的血管老化，这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原因之一，我后面会专门说。第六，
特定疾病、高血脂的患者血管壁会容易增厚，或者是曾经发生血栓性静脉炎的患者，血管壁容易硬化。长期化疗的患者，血管壁反复受损；糖尿病的患者也常常因为血管病变而变得难抽。第七，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抽血，这个不是疾病造成的，而是用坏的。因为反复穿刺同一条静脉，局部会形成疤痕组织，血管会慢慢变硬，管径缩小，所以长期需要抽血的患者一定要轮换部位。第八，抽烟、尼古丁会让末梢血管收缩，也会让血管健康慢慢变差，两个因素加在一起，就让抽血难度大幅提高。最后，紧张，人一紧张，大脑会下令分泌压力荷尔蒙，交感神经跟着亢奋起来，这个时候全身末梢血管会急速收缩。有人紧张到一个程度，原本还好找的血管会突然完全摸不到。医务人员有时候把这种状况叫做血管抽筋。所以坐上抽血柜台前，先做几个深呼吸，把肩膀放松，这个动作也是有用的哟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本来血管很好找，但后来血管就不见了呢？这个问题值得单独说，因为很多人有这个困惑。最常见的原因是血管老化，随着年龄增长，静脉管壁的结构会慢慢改变。有一种叫弹力蛋白，它负责让血管保持弹性；另一种叫做胶原蛋白，则负责支撑血管结构。老化之后，弹力蛋白会逐渐流失，胶原蛋白比例增加，血管就变得越来越硬，越来越没有弹性。这会带来两个麻烦：第一，血管变硬之后比较不好穿刺，针头一碰，血管容易划开；第二，周围组织的支撑力也会下降，静脉变得比较容易移动。医学上有时候把这种状况叫做血管滚动，针往那里刺，血管就往旁边滑，一针就会打空了。2021年发表在《Genoscience》的研究明确指出，血管老化是临床抽血失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甚至有些研究认为，对血管条件较差的高龄患者，超音波导引能提高抽血成功率。第二个原因比较容易被忽略，就是长期在同个位置抽血，局部反复受伤，疤痕组织慢慢让血管变硬变窄，这不是老化，是自己用坏的。第三个原因是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变。血脂、血糖、生活习惯，几年下来若没有管理，血管状态会默默的退步，有一天就会变成怎么那么难找？那有没有办法让抽血顺一点？其实是有的，而且很多方法比你想象中的还简单。第一个，抽血前先喝水。很多人一听到要抽血就不敢喝，怕影响检查，但其实如果检查项目没有特别限制，提早1到2个小时补充水分，通常反而会让血管比较好找。第二个，不要让手冷，尤其是冬天真的差很多，手一冷，血管直接缩起来，原本还很好抽的人，天气冷就突然变得超难找。所以如果你本来就知道自己血管不好找，其实可以先把手弄软一点，因为血管预热之后真的会比较明显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，不要不好意思讲，如果你知道哪边比较好抽，或者是以前常常哪边比较容易失败，直接告诉医检师，这个其实很有帮助，因为有些人真的有自己的明星血管。最后，如果你是想要长期改善，那就回到最根本的状况，要规律的运动，控制体重，少抽烟，把血脂跟血糖顾好。这些事情不会让你明天突然变得好抽，但是几个月、几年之后，血管的状态真的会有差。因为很多时候抽血越来越难，反映的不只是血管，而是整体的循环正在慢慢的变差。现在抽血机器人登场了，这件事是真的，不是科幻。全球第一台获得欧盟医疗器材法规 MDR 正式认证的自主抽血机器人，叫做 Aletta， 由荷兰公司 Vitestro 开发，在2024年8月取得欧盟认证，目前已经开始在欧洲医院正式部署。Aletta 用的技术核心是 AI 驱动的多补勒超音波，可以自动扫描辨识静脉位置，计算深度和角度，然后让机器手臂精准完成穿刺。从绑制血带、消毒、下针、换试管到包扎，整个流程仪器合成，全自动完成。当然 ，Aletta 目前有它的使用范围限制，它设计用来处理门诊常规抽血，对于化疗后血管严重受损或者特别棘手的案例，还是需要有经验的医师人员来处理。机器人是来分担工作量的，不是来取代人的判断。学术界这几年也跑得很快，中国研究团队开发的 Venibot用近红外线影像加超音波定位静脉，已在 ARXIV 上发表2篇论文。
美国罗格斯大学在2020年完成了手持式自动穿刺装置的首次人体试验。这些研究背后有一个现实问题在推动：全球医疗人力短缺。让机器人处理高度重复的常规抽血，让医师人员去做更需要判断和人情温度的事，这是整个趋势的方向。你觉得抽血机器人这件事你接受吗？愿意让机器人帮你抽血的，在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今天我们聊了抽血的标准流程、真的规格、血管难找的几个原因，到老化如何让血管消失，再到最新的抽血机器人技术。记得3件事情就够了：抽血前记得喝水，让手背保暖。如果你长期定点抽血，记得要轮换位置，别让同一条血管报废。最后一个，你的血管状况其实是在告诉你整体的心血管健康。如果每次抽血都越来越难，比起觉得我血管天生不好，更值得认真想一下，是不是哪些习惯要调整了。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，每一管血都是升级写给你的信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这集如果有让你学到东西，点一下喜欢，让更多人也能够看到这个内容。我们下期见哦。